已经29岁的杏子怎么也没想到未婚夫在结婚那天落跑，只留了一张说对不起的字条。遇到这突然的打击，悲痛的杏子开始行为怪异，把交上司的文件订得结结实实，连穿错鞋都浑然不觉，还得每天醒来对那跑了的未婚夫磕头。妈妈老说他未婚夫没死，算了吧，咱们就当他挂了得了。其实呢，杏子原本没感觉出啥异常，直到突然明白过来，感觉自己挨了一记重击。他摸不着头脑，不懂为啥这会儿自个儿倒霉，就开始回想自己哪儿做错了，比如没提醒老板讲话的有重点，或是忽略了路上和他说话的人，对那些莫名其妙的调查问卷视而不见，还回绝了未婚夫的疼爱。他那时好像真的挺失望的。但在这一天，伤心的杏子发现吃饭时能彻底忘掉那事。原本觉得挺普通的味增青花鱼，现在居然那么好吃，还是那种越吃越有味的。对啊，不管遇到什么伤心的事，人还是会饿的呢。虽然忘的只是暂时的，他觉得吃点好吃的就能忘掉烦恼，于是决定用这个方法来解压。杏子在笔记本记下这个打算，当成自己的生活目标。但作为杂志编辑的他，经常忙到连饭都没时间吃，还得处理突发状况，比如这次书店签售的通知弄砸了，本想准备大概100张排队号，结果80多张都没发出去。作家基村先生已经来了，为了保住他的面子，杏子赶紧变装去拖，每个装扮比上一个更夸张，这让旁边的同事吓出一身冷汗。但奇迹般的他没被识破。你叫什么名字？竟然没有露馅。可这办法只是杯水车薪，想要吸引更多眼球。最后他灵机一动，想出了这招。给您这个传单，请收一下，我们这儿有签售活动，麻烦拿一下这个传单。虽说路途挺坎坷，就跟他以前拒人千里一样，但结局出乎意料的好，因为他被传到网上了，标题是怪物小姐在宣传激光先生签售，所以来的人基本都是冲他来的。虽然目标不一样，但结果相同就行。说到底，今天真是累坏了杏子。这时候他被一家牛肉火锅店吸引了，一看价钱，我的天啊，25小时自助得花9000日元。原本打算撤了，但饿得咕咕叫的肚子和心里的人生目标催他得对自己好些，所以就直接闯进去了。这家店有历史了，店里到处都是那种奢华的味道，连点的晋江牛肉看着都是粉嫩的。先用肥肉在锅底涂一圈，再扔进2段葱，然后牛肉就可以下锅了，立刻香味四溢，还得撒点粗糖。服务员介绍这是关西的做法，就是地道的寿喜烧做法，用糖、料酒、酱油煮成，融了的糖和酱油缠绕，光听这声音就馋了。等煮好后蘸蛋液，那肉质细嫩滑溜，真叫人一口爱上。牛肉在口中消融那刻，所有烦恼都烟消云散，糖的香甜紧裹着牛肉，酱油焦香也刚刚好，加点烤出的香味，这滋味让他想真心感谢牛肉。再用牛肉的油炒蔬菜，味道绝了，香菇、洋葱、茼蒿、豆腐配饭一绝，那满满的满足感充满了胃。等咸味消失后再吃牛肉，这会儿你肯定心里喊太奢华了，今天的泪跟着牛肉一起融化了。深夜，杏子端着未来老公的相片，哎呀，不是，那是照片。她一边看照片一边小声念叨，她觉得自己在美食的帮助下，她很快就能摆脱低谷。为了快点振作起来，她每天上班前都会怀念那个失踪的男人，同时找到了治愈自己的方法，那就是吃美食时会短暂忘掉不开心的事。但是毕竟一天中吃饭时间并不多，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才是日常，所以他担心别人无意间提起他想忘记的事。这天，杏子收到了个任务，编辑想让小说界的奇才黑田先生写部恋爱小说，但天才们往往有点古怪，特别是难以应付。这个黑田就有严重的中二病，不怎么社交电话簿接门不出，杏子发的邮件邀请也被直接拒了。据说没人见过他真人，他只公布过一张自画像。杏子仔细一看，咦，这不跟自己未婚夫长得挺像的吗？脑海里立马浮现了黑田的脸，这跟像不像没啥关系，杏子偏偏就觉得像。能不能把这图关了？同事们看他不高兴，
都在说这作家不行啥的。女人嘛，总是这样，不想碰的东西偏要挖个底朝天。所以呢，不论公的私的，杏子发誓非见黑田不可。拿着报社给的地址，他马上跑过去，还想到对方可能不出门，正好门口摆了个纸箱，于是扮成了快递员。可他的演技太烂，立刻被看穿。这也给杏子带来了机会，只要装成黑田小说的一个角色，就可能见面。杏子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人真古怪，就是黑田搞的鬼。杏子啥回应也没得到，还被当成了跟踪疯子。结果警察都来了，我真不是啥怀疑人物。行了行了，等一下请稍等。杏子万万没想到第一次和警察打交道居然是这么个情况，他更想知道怎样能遇到那个另类。恰巧这时的肚子咕咕叫，一阵香味吸引了他，那是又香又咸又甜的味道。看着涂了酱的肉串嘶嘶作响，杏子突然有了个必成的计划。实际上，杏子的角色扮演被警察带走的视频监控录下来了，他正打算上传网络呢。香味一闻，他不自觉地停下手头活，那是新熟米饭的清香，还有烘烤三文鱼和鳕鱼子的香气，尤其那一丝味噌的香味特别诱人。黑田一被点到软肋，便情不自禁去开门。门外的杏子幻想着他开门的那刻，眼前会是他那讨厌的未婚夫，却发现事实略有出入。黑田很快就识破了杏子的小心思，而杏子也坦率地认了账，然后拍拍马屁说外貌啥的不该评价作家。这种套路话连中二少年都能被哄好。接着杏子送来了暖融融的饭团，黑田一眼认出这份大小就是那个东京顶尖的饭团店才行，平常宅家网上逛到的那家，感动的不行。至于杏子知道黑田爱饭团，是因为2年前看到他写的随笔，里头热情地赞过饭团。黑田抓起一个咬了起来，味儿跟网上说的没两样，饭粒在嘴里爆开，咸甜味道混合，绝对是让人难以忘怀。坏了的杏子也不再客气，把黑田手里的饭团接过来，大口咬了一块，完美的手艺在嘴里散开，配料丰富，确保每口都美味十足。这时候啜一口那香浓的味噌汤，幸福感爆棚，真心不得了，感觉自己被软绵绵的被子裹住，糟心事全都烟消云散，周围的世界好像都柔和的亮了起来。那就请黑田老师来写小说吧，我就先走一步了。杏子心想，能和黑田搭档真是太棒了，这其中还得感谢未婚夫的一番功劳，所以特意带了俩好吃的饭团来祭拜他，真心是个好人呐。路上那女的被扔的饮料罐子吸引了，想着做好事去捡了它，结果手上被喷了点没喝完的，她没发火，擦擦手得了，正打算丢掉它，哎呀，垃圾桶都满了，怎么弄都塞不进去。这时候街边的咖喱饭车吸引了他，这会儿只有好吃的能救我。他抓了块鸡肉塞嘴里，咖喱酱意外的浓，辣味和鲜美的肉一起激活了味蕾。胡萝卜、四季豆和番茄的大盘蔬菜特别让人开心，香料那微辣之后，味道和口感的不同显得特别恰当，好像难过的事都跟汗一起流掉了。然后把软滑的温泉蛋和咖喱拌一拌吃，番茄的酸，咖喱的辣和蛋的香，这混合的味道在嘴里越发丰富。到底有多丰富呢？对杏子来说，像喜马拉雅的蓝塘谷那么深，辣味慢慢挑逗着味蕾，背上汗水直流，好像瀑布打在修行者身上，灵魂在洗涤。这种畅快直到最后一口才停，真解爽。其实在受垃圾桶打击之前，杏子就已经被报社新来的刻薄同事给刺激到了。他说杏子给人的印象就是那种不太会谈恋爱的类型，这话里就含沙射影的嘲讽了杏子未婚夫之所以落跑可能也跟他有关。这对正慢慢的走出心理上的阴霾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而且受害的不止他，咱们报社的人都被冒犯了一番。长得好看的说像随便的女人，成熟点的就说有小孩，看着老实的就说纯情到底。虽然这是真的，但最坏的是人家说这话并非出于坏心，正因为不是恶意才觉得太过分。就是这样，杏子心情刚好点又碰上新的挫折，
他下午带新人小林去见个有名的小说家，没想到作风深奥的作家竟然和小林很聊得来，让平时机灵的性子都插不上嘴，还聊到他最不愿意的恋爱话题。总有那种人，就是死不认输，老缠着前任的那种，可能因为谈恋爱经验少，接受不了分手的事实。这种人真吓人，好恐怖，好恐怖。这话落在性子耳里，好像在说他似的。得了病得吃药，性子心里不舒服，就靠美味来解忧。他踉踉跄跄地走着，恰巧看到一家刀削面店就在前头，辣字跟苦字通了个心，就是说难过时就该吃点辣的。顺便给大家普及了刀削面知识，起源于山西的。那会儿元朝怕汉人起义，连菜刀都没收了，只能拿铁板削面了。给我来碗多香菜的麻辣刀削面。面团揉得均匀，师傅练了2年半的技术，大量香菜的麻辣刀削面就好了。看那汤特别浓，单是香味就超惹人馋。杏子咬了一口汤一饮而尽，那刹那辛辣直击味蕾，舌尖火辣且麻木，随后却是满口的美味连连，就像口味的辣与香正好玩起了追捕戏。这时候再咬一口面，软糯的筋道，完美融合的口感，微粗面条裹满辣汤，杏子感受到满口的喜悦，一口接一口，根本停不下来。想起脸上的肌肤被削薄，他心中的压抑似乎也跟着一起消失了。顺带一提，香菜配麻辣才是天作之合，只有它能跟那浓烈的汤底叫板，搭着面条一起咽，那层层刺激让他的闷气伴着汗水一起喷薄出来，吃得越狠，汗水和活力越喷涌，直到浑身都是那麻辣的快感。新娘子出阁那天，新郎却落跑了。杏子从没料到自己会遇上这种剧情，沉浸在伤感中的她，每日仅凭美味来给自己点慰藉，但心里总是纳闷，究竟能是啥让未婚夫跑了？这天，她随着报社老板去三旗参加前辈的丧礼，回城时竟意外瞅见个跟未婚夫长得极像的男性，但这不仅仅是像，简直就跟复制粘贴似的相同啊！她丢下主编，自己跑去追，结果意料之中的追丢了。杏子冷静下来想了想，根据对未婚夫的了解，他不可能一个人抗着这么大一条鱼走，可能是自己太饿了产生了幻觉，所以现在要做的是去找点吃的。日本的三旗出名的金枪鱼，眼前的肉包里就包着金枪鱼肉馅，吃一口热腾腾又软绵绵的包子里面的鱼肉，淡淡的甜味直透心扉，真是太提神了。一挤用筷子金枪鱼肉饼就咔嚓作响，一口嘎吱嘎吱土豆里满满的金枪鱼，已经调好味，根本不用蘸酱也超满足。他还想再尝尝金枪鱼串的时候，后头的主编已经赶上来了，还建议去搞个金枪鱼盖饭。那海风真温柔，像是要把行人的烦恼全都带走。旁边的情侣请杏子帮忙拍张照，他正给他们定格笑容，那个跟他未婚夫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又闯进镜头。杏子拉远焦距，重新确认真的是那个人，就把拍照任务甩给了主编，像冲刺100米似的追了过去。这次他终于追上了，杏子大喊他未婚夫俊吴的名字，那人却说他叫石井，是个渔夫，看上去并不像是假装的，但实在是太像了。杏子不好意思地问他有没有失忆过，心里已经把他当成未婚夫了，但在那男人看来，杏子穿着黑衣，大喊着那个男的名字，以为她丈夫去世了。杏子刚好被绊了一跤，让石井更确定他可能想自杀，于是把杏子接到家里，让他爹做点好吃的，给这个神志不清的姑娘解围。就在这时候，杏子还在犹豫自己是不是认错人，石井的老婆出现了，还透露了一件事，这让杏子更加相信那人就是自己的未婚夫。女人说她老公是后来才入赘的，时间是去年12月底，这时间跟未婚夫失踪差不多。脑海里立马浮现了一幕，一男子失忆偶然闯进此地，被女子照看，俩人逐渐爱上了对方。女子讲的故事中，她丈夫常说的话也是俊吴会提的，难过时吃点好吃的就行。这一切使杏子更确定他就是她的未婚夫。她握住那女人的手，问她是不是真心爱那男的，但衣服上大大的爱字已经说明了一切。她在想该不该帮她男人找回记忆，她现在看起来很幸福，这么做岂不是会毁了一个家呢？正当她发呆时，
那传说中的3奇金枪鱼蛤饭来了，精致的菜色瞬间让烦心的杏子眼前一亮，就好像是上帝在一扇窗关上后，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他跟着别人的方法吃，先把酱倒进盘子，然后搅点芥末进去，再倒到满是金枪鱼的碗里。他夹起一块肉尝一口，瞬间鲜甜的金枪鱼味道充满口腔，鱼肉的油脂正好，配上米饭简直完美。这把米饭和鱼肉完美比例送入口中的幸福感真的没法比。这时再喝一口鱼汤，鱼的鲜美混合在汤里，直接顺喉咙灌进去，各种鱼熬的汤味融合得很好，美味重叠，汤味浓翻好几倍。正当杏子沉醉时，老板又端来红烧金枪鱼头，做法家家户户都不同，这是老板妈妈的秘方。杏子夹了块鱼皮尝尝，这是咋回事啊？鱼皮咋这么滑嫩弹？调味微甜辣，完全融进鱼肉，洋葱一加又多了丝天然甜，这滋味杏子从没尝过，她实在放不下筷子，很快就扫光了。杏子谢了，老板打算付账，可老板说现在休息呢，休息时不收钱的，然后跟他说纠结过去已经没用了，我们只该关心现在和明天的天气。其实是以为杏子丈夫去世了，担心他会想不开。虽然俩人沟通有障碍，但杏子此刻得到的安慰是一样的。她决定放下一切，但在此之前，她想和未婚夫说最后的再见。于是她又去找他了。到底是什么情况？您是白井先生吧？是的。才不是呢，完全不对劲。吃饱了没？我看你的脸色都变了，不光是脸色，连脸型都变了。人们往往会下意识地喜欢和自己行为一致的人，但杏子误会了。我也得来杯微风苏打，再来个莫吉托。喝多了，自己喝醉了。等他清醒过来，现场只剩下后来那位先生。他问杏子还记得自己不，但他醒酒后哪记得住。于是他们就一起去吃点东西。那男的选了路边摊的炸面包，坚持清廉的杏子肯定要支付钱款。男人评论他还是那个老样子，于是按照提议接受了钱。软绵绵的面包不但柔软，还富有弹性，黄豆粉的甜味恰到好处地混合其中。这种柔和的滋味让他回忆起小学食堂的午餐，他最喜欢的炸面包，也想起了那个每天陪他上学的小棍同学。你就是小棍同学吧？他们最后一面已经是16年前的事了，但杏子是他第一眼就爱上的人，因此一见就认出他，还请他去约会。尽管杏子暂时只把他当老朋友，但林奈说爱情往往是行动的结果，所以得找林奈老师学约会技巧。首先得从穿着入手，虽然杏子选了套不太像他风格的可爱服装，但男生嘛，就是这么干。接下来得做的可就是必胜套路4步骤。首相直接夸对面，哪个男的不爱听别人表扬啊？可杏子不买账，别人说他可爱他直接拒绝，还说小棍才是真的超级可爱。第2步得有点肢体接触，要点是要做到不经意间的那种，这样俩人的距离马上就拉近了。但杏子搞不懂啥叫不经意的亲近，所以模仿了2猴亲密互动，开始跟着做。你刚碰我了？没有。紧接着第3招就是全盘接受对方话，加上终极招数抬头望对方，但正确做法因人而异，未必适用。小棍觉得杏子好似刺猬，用满身刺作为防护，而杏子听后回想，男友比她像龟，老是慢悠悠，他是前行，明明约会却想着未婚夫。杏子内疚，最终说出真相。回城时小棍背过身不看他，杏子自觉不够好，正想说些什么，小棍却抢先。他提议最后去吃点什么，这盘看着就馋人的那不勒斯面，虽然搞不懂那小棍子干嘛用，可是饿了的杏子觉得干嘛不先吃呢？一吃才发现这味道跟以前的大不同，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番茄酱加了新鲜番茄。明明都是番茄啊，但这么一搭配，味道和浓郁度都直接提升了好几级，一尝就迅速肆意开来。在这熟悉而新奇的味道中，不知怎地吃着就让人回味无穷。要说具体点，就是长大后吃的那碗那不勒斯意面，加了青椒洋葱，还偷偷搭了香菇，这一招竟然还用上了培根和香肠双拼肉，再也不用头疼选哪个了，越吃越有意思。杏子居然还发现里头有鱿鱼，
虽然一开始觉得怪怪的，但味道却意外的融洽，任何食材都能融入其中，真是款自在的佳肴，每一口都乐趣满满。如果觉得还差点意思，此刻撒点奶酪或辣酱，那种层层堆叠的味觉大爆炸，把味蕾搞得翻天覆地，然后像风暴过后一样宁静，勾起杏子对妈妈当年菜肴的回忆。而她那表情正是小棍期待的，她就是想看她那灿烂的笑颜，走时还把账单带上。她期待杏子能让今天不怎么样的自己帅气一回，然后最后对她说，我会等着你，直到你忘记那个未婚夫。刚吃个爽约的她今天收到堂妹的结婚请柬，旁边妈妈觉得她现在这样不必硬撑去，但是杏子认为肯定得勇敢面对才对。她感觉自己这段时间已经自我疗愈的差不多了，心里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她得去参加那个婚礼。可突然间，杏子发现婚礼二字怎么都说不出口来。姐，小杏。妈妈看到这状况，感到她还没从痛苦中恢复，而去婚礼却连祝福都说不出，显然不太妥当。可杏子越是这样就越想去，她认为只要跨过这道坎就能真的走出来，于是马上出发去宫崎，提前约了观光的司机，但得先把小毛病治好才行。想到的唯一办法是尝遍当地菜，开始的话得先吃宫崎的名菜，南蛮鸡和冷汤拌饭绝不能错过，蘸着塔塔和甜醋的鸡肉味美多汁，这完美组合让人秒变粉丝。鸡外皮虽不显眼，简单来说就像害羞的小男孩，但正是这份柔和让味道那么独特。还有那汤泡饭的冷汤真冷，吃法是用勺拌匀，倒进大麦饭吃，一入口味道和浓汤太香了，加上芝麻、豆腐、黄瓜和青紫苏，更添了份清爽，宛如清泉流进嘴里。沙丁鱼烤得香脆又鲜嫩，简直让人欲罢不能。杏子很快就把它们吃光了。她抓起祝贺表妹婚礼的讲稿，打算练习一下，卡壳了，说不清楚。明摆着，这点美食远远不够。她摇摇晃晃走了出来，让司机带她去接下来的地方。被誉为芒果故乡的宫崎，所以得尝尝这儿的芒果，因为有个扁扁的核心，先削掉两侧，然后交错着切几刀，就这样一把扒开就好了。杏子尝了一口，哇塞，居然一点也不带那种芒果的青涩味儿，果肉细腻到几乎一碰就化，而且甜得让人心里都暖洋洋的。更别说有时候还得求求神明指点一二。附近海滩传说有种许愿贝，找到供奉了就能心想事成。海滩上散落的贝壳让沙滩一片银白，杏子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他的心愿其实很单纯，只想能真心祝福即将结婚的表妹，希望自己能再次见到未婚夫。最后一站，司机带杏子去了一家他私藏的好店，这店是出租司机的常去处，外人不太知道，附近的人都知道，这儿的食材新鲜又便宜，总之就是超值。杏子点了海鲜套餐，盘子虽小，但装满了各种美味。果然，藏着的小店最有档次，新鲜的红干刺身又甜又爽，肉质紧又弹，竹夹鱼刺身脂肪刚刚好，味道甜美又柔和，超海鳗的浓味配着醋的酸，舌头上完全是种享受。还有东方湖，那肉嫩又甜，带点炙烤的焦香，美得难以言喻。还有特别的带鱼生，油多肉嫩又甜美，简直就是多少都能吃。热乎的米饭配上新鲜刺身，最后一口杏子吃下感，觉整个人都被洗净了。终于在表妹婚礼上送出真心祝福，不美，祝婚姻美满。谢谢小杏。杏子在参加完婚宴后打算在酒店过夜，第二天再回家。但当她在2楼走廊走着时，楼下一位熟悉的人映入眼帘，正是那失联已久的未婚夫。她边念着他的名字边追了上去，可惜还是没追上。她觉得自己可能在南方的宫崎，周围总是飘着带着海藻味的风，让她又产生了幻觉。但其实这次不是幻觉，而是真实贴身的一瞬间。你怎么会选这儿工作呢？我弄伤了个特别重要的人。心情郁闷的杏子突然肚子咕咕叫起来，她想起了司机大哥之前说的话，不开心就去逛逛夜晚的宫崎。菊溪大道那里聚聚了1500多家的店铺，而且有一家特别推荐的，
杏子跟着地图只是走了过去，进店就看见狂野的火焰正与鸡肉战斗，即使再没有心情也会被这香气所吸引。经过轻微9烤的鸡肉挤上柠檬之后，再蘸一下酱料，一口咬下去，发现出奇的有弹性，鸡皮烤焦的香味和鸡肉自带的鲜味混合在一起，洋葱丝的介入更赋予了一层甘甜。被烤得滋滋作响的鸡杂在远处就能闻到其诱人的香气，杏子夹起一块咬了下去，那个瞬间鸡杂在嘴里爆裂开来，浓厚的酱汁在口中四处扩散，并且这时候一定要点上一杯啤酒，即使是不怎么喝酒的杏子也知道这是绝配，一口肉一口酒的感觉真的不要太好。这时最后的主角烤鸡腿肉上来了，另外还附带了一碗鸡骨汤。被切碎的鸡腿肉在熊熊烈火中被烤得异常焦香，但吃下去的香味跟盐味却是恰到好处，同时鸡肉的鲜嫩汁水还被很好锁住，那狂野的口感正如此刻的外表一样，就好像有人在口中大闹了一场，而那足以令身心都沉醉的忘我鸡汤，仿佛使人浸泡在温泉里。吃完后的杏子也确实做出这同样选择，但似乎是过于沉醉，泡了许久的他才注意到已经到了时间。他跟正在收拾卫生的服务员表达了歉意，但服务员回复的声音却令人熟悉无比，那正是杏子苦苦寻找的未婚夫俊吾。没找到之前有千言万语，但此刻却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开口。俊吾说了一声对不起就想跑，可后面追上的杏子无论如何也有一件事情想要知道，他想明白俊吾为什么要在婚礼当天选择逃跑，不管是出于感情还是义务他都要知道。而俊吾似乎没有勇气面对着杏子，他希望等他12点工作结束了，会在那个有篝火的大厅向他解释清楚这一切。可当时间到了之后，俊吾并没有出现，他一直等到很晚很晚，直到他回去的时候才看到门口下塞了一封信，是俊吾写给他的。信上说当杏子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这个酒店，很对不起现在还没办法向他说明当天逃走的理由，希望杏子不要再去找他，他真的很抱歉。看完信的杏子则突然发了疯一样冲出房间，直至看到那空荡荡的走廊，即使是在木讷的他也终究忍不住那悲伤的心情。第二天起来之后，杏子又变得浑浑噩噩，可肚子又不是时宜的叫了起来。原来这种时候人也会即使是在伤心难过。回去路上他又推到了那位司机先生，他想带着杏子一起去食用宫崎人最爱的早餐，最后要了一份天妇罗油炸乌冬面。做面的师傅老练的搅拌后再甩干，浇上汤汁，加上小菜就做好了。司机先生说宫崎的乌冬面特别柔和，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嚼劲，但这样的面会吸满汤汁，可以大口大口顺溜的吃下去。大早上的吃上一份这样的乌冬面，再打起精神，之后大家就要各自开始新的一天。杏子搅碎蛋黄后，夹起一口面缓缓送进嘴里，那感觉好温暖，没有夸张的表情，就那样安静的吃着，直到喝完最后一口汤。这样的乌冬面真的好温柔，被食物治愈原来是这样的感觉。回去的时候，杏子买了很多当地的米粉糕，司机先生还送了他甜甜的奶油面包，真的好甜好甜。他为俊吾上了一炷香，在他心里，这个人这次真的死了。他还活着是吧？曾经活过。女人怎么也没想到，千辛万苦找到的未婚夫竟然会再一次逃离自己。那天过后，他又开始变得胡思乱想，总觉得对方会写下那样的留言一定是有什么苦衷，于是时常在不经意间进行脑洞大开，比如未婚夫是个外国间谍，目前正遭受某个组织的追捕，又或者是母亲跟父亲结婚前在外面留下的孩子是自己同母异父的哥哥。总之大脑里一片混乱，对此不堪其扰的杏子只能寻求美食来进行短暂治疗。正好路边一家成吉思汗锅的店铺吸引住了他，进去后才知道是一家羊肉店。他要了1人份的套餐。拼桌的一对情侣小声吐槽说，居然有人单独过来吃羊肉，什么都可以独自完成的女人一点都不可爱。这让杏子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就因为这样才导致未婚夫逃离。思索之际，1人份的羊肉也上来了，先给锅底涂上油脂，然后放入蔬菜，最后再把大块的羊肉放入中间炙烤。随着滋滋作响的声音，羊肉的油脂也慢慢地渗入蔬菜之中，香味更勾的人食欲大增。
杏子夹起一块蘸上酱之后扔进嘴里，每咬一次就能感受到那喷涌出的野性味道，并且比想象中的更加爽口。搭配上这个带点甜味的蒜头酱，时时让人大呼过瘾。已经吸了油脂的蔬菜，此刻也充满了肉香的味道，加上由于受热的不均，部分还保留着新鲜的爽脆感，部分又有熟透口感的绵软。会吃的人这时一定要来上一碗米饭，在碳水化合物的介入之下，绝对会再次刷新味蕾上的新体验。而得到暂时释放的杏子完全没注意到，那个新来的员工小林对他越来越在意。因为认真工作的杏子也有着一股属于自己的魅力。这一天，报社希望杏子作为代表参加一档节目，并且是面向全国播放的那种。听到这的杏子便又开始妄想会不会被未婚夫看到之类的事情，陷入了停机状态。弹幕上一片嘘声。就在这时，突然一大片杏子加油的弹幕直接刷屏了，仿佛受到感召的杏子最后也以技惊四座的发言赢得满堂喝彩。回去的路上，为了不再想太多，就决定吃点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他看到了一家于昭和6年就开业至今的老字号，并且这第3代主厨为什么晒得这么黑也着实令人好奇。但看着全是4位数价格的菜单，不得不变得小心翼翼。最后点了蛋包饭跟蟹肉奶油可乐饼，外加一份清炖肉汤，合计接近8000日元。又酥又脆的可乐饼，在吃下的那一刻，滚烫浓稠的奶油瞬间在口中蔓延开来，里面包裹着的全是揉碎的蟹肉，再配上清爽微酸的酱之后，口感上又会轻盈不少。清炖的肉汤清澈到一眼就能看到底，给人一种非常高雅的感觉。味道上不仅锁住了蔬菜的美味，那种柔和感也是一点都不浪费。至于今天最让人期待的重头戏蒲公英蛋包饭，在切开之后，那松松软软的完美质感让人止不住的想要去赞叹。充满亮泽的蔬菜肉酱沙司更是为其增添了不少光彩。半熟的鸡蛋完全包裹住了鸡肉饭，同时鸡蛋的清甜又跟酱汁的微酸形成了绝妙的反差，二者相辅相成，搭配出最完美的味觉平衡。吃着如此绝顶美味的蛋包饭，这一刻的杏子已经容不下任何烦恼。但他不知道的是，因为多次在工作中受到杏子帮忙的小林，已经不自觉地对杏子产生好感。那些弹幕也是他发出去的。24岁的小伙发现自己喜欢上那个比自己大5岁的职场前辈，喜欢他工作认真的样子，也喜欢他干饭的样子。可正当他准备对其表达自己心意的时候，女人那消失不见的未婚夫抱着一条新鲜鲑鱼向他们缓缓走来。我回来了，杏子小姐。没等二人开口，一旁的小林便开始怒斥俊吾，质问他这个渣男现在回来做什么。但俊吾什么也没说，只是对着杏子说了一声走吧。夹在中间的杏子面对这样的突然也有点反应不过来，最后还是选择跟在未婚夫的后面。他本想在到家后问清楚结婚当天逃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在宫崎重逢后又跑掉的理由是什么，可俊吾好像有意避开这个话题，总是在他想开口的时候找理由打断。杏子犹豫着该不该开这个口，可当他下班回去看见俊吾做饭的身影，突然又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也许自己确实还爱着他吧。那天他们像回到以前那样，餐桌上久违的多出一道身影。他们一起逛超市。杏子原本想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总之能回来就行了。他问俊吾之前都去了哪里，俊吾说他在长野吃了荞麦面，在广岛吃了铁板烧，在四国吃了鲷鱼，在福冈的路边摊吃了拉面，还在鹿儿岛吃了黑猪肉，最后到了北海道，那里的渔夫教会他一道很美味的石寿锅，也是他今晚想为杏子做的。而听到这的杏子也突然明白，俊吾是个不拘小节，是个自由的人，他只会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讨厌的事情就会逃避，包括跟自己结婚。他害怕被婚姻束缚，唯一不可否认的是，俊吾对他确实存在着一定感情。饭桌上，看着一直没有说话的杏子，知道全是自己错的俊吾跪下来向杏子道歉。他明白怎么道歉都是无法得到原谅，一句句地说着对不起。杏子开口说自己原本对食物的兴趣并不大，但俊吾离开后有点饿的他吃了一份鱼套餐，那是他第一次体会到原来好好吃食物是可以让人忘记痛苦。后来的火锅牛肉和金枪鱼套餐，还有宫崎的芒果跟乌冬面，
他每天所寻找的美食，都是为了代替俊吾曾经带给他的美好，也是为了想要彻底忘记他。俊吾说，现在的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爱着杏子，但杏子坚决地说了一句不行。他希望自己跟俊吾都不要再逃避了，他曾经非常深爱着他，所以这一次也要认真地忘掉他。再见了，俊吾。知道已经没办法挽回的俊吾黯然离开，而杏子则是看着一锅满满的蛙鱼肉，一个人大快朵颐了起来，边吃边回忆着跟俊吾的过往。木木闪过后又消失，这一晚过后，杏子清理掉家里所有跟俊吾有关的东西，一封信也不放过。他邀请同事一起去吃味增青花鱼，想着从开始的地方做一个结束，但真的就这么结束了吗？很快，餐馆里的电视机给出了答案。真疯狂！那小子完全没打算放弃。杏子小姐，你等等我，我一定会回去的。